就在上周，万冠军赛格斗盛典，女子原子量级女王李胜珠压轴出场，2回合裸脚降服泰国柔术高手斯坦普，拿到亚洲原子量级世界冠军。李胜珠出身于格斗世家，父亲 Ken 是一位拥有多种格斗运动黑带的高手，弟弟李胜龙是万冠军赛轻量级世界8人赛冠军，而他自己则是历史上最年轻的 MMA 世界冠军。在万冠军赛中保持着最多的降服记录，2次卫冕世界冠军。在生重挑战我们中国草量级世界冠军熊静南时，在第4回合险些将熊静南手臂掰断，可以说他在地面上真正做到了无敌。而他的对手斯坦普菲尔泰克斯同样是一位高手，在2019年2月22日成为了万冠军赛首位泰拳与踢拳的双冠王。尽管他已经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，但斯坦普依旧没有停下，他正在争取获得第3个综合格斗世界冠军，挑战他的偶像现任冠军李胜珠。这里插一嘴，李胜珠已经阔别擂台2年，这2年他也是在为生孩子做足了准备。如今他也完成了心愿，已经成功成为了一名宝妈，拥有一个可爱的宝宝。赛前很多人也是觉得李胜珠离开了赛场这么久，状态肯定大不如前，而且此前还没有人能打破孕后必败的魔咒，所以大多数人赛前预测李胜珠肯定会败给斯坦普。那到底如何？让我们看完比赛就知道了。好，第1回合正式开始，李胜珠直接快速近身压制此时状态鼎盛的斯坦普，这透露着王者气息，丝毫看不出他已经阔别赛场2年之久。双方互相拼拳，面对李胜珠凶猛的进攻，斯坦普是被压制在笼边。双方搂抱在一起，李胜珠不停地调整位置，想把斯坦普带入地面，而斯坦普死死的搂抱，不敢掉以轻心。这是要做一个夹颈摔，一个内骨的一个位置。斯坦普挣脱出来，想要逃脱，但是李胜珠死死黏住对手，慢慢把他带回笼边。此时斯坦普顶着李胜珠，慢慢抽出手来，一记肘击，然后快速逃离。李胜珠快速跟上，对他进行压制。虽然现在是成为了宝妈，但可以看得到他的实力并没有看到减少，可见他恢复训练时的艰苦。一个扫踢，李胜珠侧身摆拳，跟上后手拳，双方再次缠抱。斯坦普再次被摁在笼边，李胜珠调整位置，想要将斯坦普带入地面。斯坦普奋力挣脱，回到笼边。李胜珠也不气馁，抓住对手再次缠抱。毕竟对手虽然是泰拳与踢拳双料冠军，但柔术这一块是明显不如他的。斯坦普挣脱开来，给了对手一个膝顶，虽然成功逃脱，但斯坦普的脸已经红了。有的时候，如果你把位拿不好的话，其实不好摔。反在笼子中间，有的时候是更好摔，就是看你的这个。双方不停的互相试探，斯坦普耐不住寂寞，给了对手一个扫踢，李胜珠直接左右摆拳进攻。这一拳是打中了李胜珠的肝部，斯坦普大吼上去，左右摆拳不停的连击，想要 KO 掉对手，但李胜珠扛了下来，迅速后退，拉开身位。斯坦普不愿放过机会，跟上不停的出拳压制。李胜珠直接下前抱摔着大腿。斯坦普砸拳，快速起身，而李胜珠只是死死抓住大腿，没有别的动作。这种爆杆，他的至少是要2、3分钟时间的恢复。李胜珠抓住对手大腿站了起来，斯坦普还想砸拳反击，李胜珠把他顶到笼边，趁机缓解一下爆杆的痛苦。毕竟正常这种爆杆都需要缓解2、3分钟。李胜珠缓解了一会儿，就开始调整位置，想要摔倒对方。想摔倒斯坦普是比较难的，在这个位置他最好的就是把斯坦普顶在这儿，然后呢，李胜珠不停的砸拳，斯坦普也不理他，换动位置想要挣脱。是一个困难期这个爆杆我觉得现在恢复的差不太多了。李胜珠一个勾腿，差点摔倒对手，斯坦普还好及时站稳脚跟，没有被带入地面。再次勾腿，斯坦普被强行带入地面，李胜珠抓住机会骑上后背，想要做后背裸脚，斯坦普此时十分危险。可以看到李胜珠不停的用脚想要斩平斯坦普，双方转了个身，李胜珠砸拳在对手头上，
此时就非常考验斯坦普的柔术了，看他能不能顶住压力。但面对李胜洙这样的柔术高手，他真的能撑得住吗？把这个背放在地板上面，是不够的啊。双方在地面缠斗了将近1分钟，斯坦普此时想要起身，但李胜洙不停的砸拳，斯坦普只能转身防御，再去起身。李胜洙用脚死死的锁住斯坦普，然后不停的砸拳。斯坦普十分无奈，只能抬手防御。好，第一回合结束，斯坦普露出了胜利的微笑，他最终还是挺了过来。爆杆的情况下实现了就是顶到他杆，或者是减速。哦，这是一个前手的爆杆拳，打得非常脆。然后呢，用一个中段扫地。感谢各位球迷在直播间刷出的礼物。现在我们的榜的前3名分别是众真格中的格斗唐山、国际下散打还有周中鹏，感谢。来到第2回合，虽然首回合斯坦普没有被降服，但他的体力被消耗严重。面对李胜洙的压制，他也只选择后撤。李胜洙连续的左右直拳，斯坦普再一次被抓住，双方再次缠抱。李胜洙进攻更加凶猛，不停的侧摔，想要把对手带入地面。斯坦普感受到危险，不停的砸拳，想要得到喘息。李胜洙被迫腾出手来，遏制住他的反击。再次勾腿，斯坦普又一次被带入地面。比赛时间还很充足，斯坦普这一次怕是撑不到下回合了。20秒，这个对斯坦普来讲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。不停的顶膝，斯坦普是有心无力，在地面他真的不是李胜洙的对手啊！斯坦普不停的砸拳击打头部，李胜洙没有理会，调整位置想要做一个裸脚。哦，李胜洙成功把斯坦普转了过来，拿到一条手臂，斯坦普只能起身压在对手身上。转过来，继续转，起，哎，对这个，哦，但是对手现在没有了。李胜洙木村锁手臂，斯坦普起身不停挣脱，李胜洙见状放开手臂，转而3角锁锁住头部，这一下真的玩脱了。斯坦普再想挣脱就困难了，但他没有放弃，挺起腰部，用手摁住李胜洙，防止他发力。踩在李胜洙的身上，然后呢，把自己身体小些10分钟。李胜洙不停地反转身体，哇，他坐了起来，但斯坦普趁机把头钻了出来，反手把李胜洙压在地面。李胜洙赶忙扣住大腿，再次锁住，不让对方再把腿扣上，抬头。李胜洙还抓住了一只手，借机从3角锁变成了手臂十字步，但斯坦普趁机逃了出来，占据上位。李胜洙抓住斯坦普，后仰完成逆转，再一次把斯坦普按在地上。斯坦普不停挣扎，李胜洙在1分30秒抓住他的头部，想要做龙卷风脚，一旦锁住，那斯坦普就是再没分神的机会。见状，斯坦普顶着李胜洙的脑袋发起反击，双方陷入了消耗战。哇！李胜洙放弃绞杀，转而压在了斯坦普身上。李胜洙不停的砸拳，想要布控他的锁技。斯坦普用膝盖死死的顶住。哦，李胜洙突破防御，把斯坦普压在身下。此时比赛还剩30秒，斯坦普是否还能创造奇迹撑过去呢？斯坦普被转了过去，李胜洙抓住后背，想要做后背裸脚。李胜洙展开了对手，抓住斯坦普的脑袋，不停的砸拳。裁判在旁边观察，随时有可能结束比赛。还有16秒、15秒，危险了，危险！裁判终止了比赛，李胜洙在最后10秒钟的时间裸脚降服了斯坦普，赢下了这场比赛。可以看到，赢下比赛的李胜洙流下了高兴的泪水，他打破了运后必败的愚蠢魔咒，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实力。在地面的防守已经做得不错了，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，我觉得未来作为胜利者的李胜洙向斯坦普表达了自己的祝福。在战力上面的话，好了，让我们看一下裁判最后的判定。李胜洙当之无愧地赢得了这场亚洲之战的胜利，证明了自己亚洲1姐的实力，拿到了女子原量级的冠军腰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。
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